奥卡努斯。各位，国际服友人。5、4、3、2、1，调香师。 Go！ 开局先睡会儿。经典警报器。 也不知道谁传出来这个点丢了警报器这种玩法，说实话少个道具位没啥必要啊。藏一手，三个、4个，控制了，平枪往后往外压没问题。右边进了，左边可以打。 没空啊，狙空枪了，狙子一枪没中，糟糕！好枪，往下走，上墙，不着急，电话打左边，上去，给跳。你的信念不倒。这位玩家处理不赖，看的感觉我不好说。起码超前水平，不赖，但对面不太像是超前水平。是韩服吗？不是韩服吧？国际服啊。育苗地图理解很不错，主要是地图理解，知道吧？身位控制这方面，枪法就不说了，枪法都无所谓，枪法好的人都很多。 不像新手，我怎么说？这种地图理解跟身位控制是演不出来的。上墙，这个烟没啥必要。左边还是得控，帮忙补枪，侧身一桌子秒一个，给 Q， 后面要来了，没意识到吗？炸弹携带者被击倒了。 还可以，后面千代没意识到，有点不太行。你右边打的这么欢，你左边肯定会压的，想都不用想。他不压就是卖队友行为了，一般来说都是不会卖的。5，往前，看着不像这个段位的人，我不好说。上不了分吗？感觉是能上的，这个可以直接第一包，身位漏了，这可能会被狙。炸弹安装完毕，差一点。即将为公演增这是可以下包的，没必要把身位漏出去。这个位置，这个点是可以直接摁的。下了这个包之后，可以去后面守都行。没必要纠结于贵啊，非得下右边这个位置。下完包烂了。 队友顶不住，没办法。有人会翻译的。经典控中了吗 ？OK。但中路很难啃哦。常规站中路，这个控中，好吧，很标准，很标准。因为这个控中真的很标准。柱子这个地方应该再站一个的。但那猫如果往前走的话，就是很标准的控中阵容了。 差不多，柱子再站一个，右边一个，左边一个。没令的情况下，这个点很难打。但有破绽的这种情况下，就是他中路喜欢站那么多人，那 AB 点一定是人少的。你可以完全中路留一个香奈美，对吧？香奈美一个人在中，你们其他人往其他点转，对他们3个人往 A 点转，是吧？你俩就留着，然后他们3个人 A 点整出动静来的时候，他们会回防。千代跟那个泡泡他们会从这个点回防，好吧？或者从下面回防都可以，无所谓。 然后他们只要一走，这个猫肯定也要会动身往中路这边动，对吧？到时候你俩就直接往中路直接要压出来，配合一点的人往破壁点这边一走，就基本就能把中路人抓了。问题就在于队友不去 A 或者 B 点去制造点动静，如果直接进中的话，这把可能会输烂了。还有大，不好说，这两个。讲话吧，大招，大招覆盖有点太广了。
炸弹携带者被击倒了。基本赢不了，好吧？信息其实是拿完了的，中路有5个人，除了去 A 的弗拉维亚，中路其他4个人全在，对吧？你先不谈对面有没有大招，这个哪怕对面在没大的情况下，你们这样去打一样是赢演不了的。出马上就要开始了，艾卡吹2个都不至于能赢，准备好了吗？因为你要赌对面没有任何枪法发挥， 2、但凡有1个人枪法发挥，抽死你们1个，就全盘就崩了。不要小看这游戏枪位带来的影响啊！对什么的，心下有大吧，可以不补的。往前走，这个烟道可以直接混，这烟道不混没啥必要。混去补尸体没啥必要了吧？来了，就地复原。别退哦，这面得有人，一定得有人，退了打不了了，这个绝对会被抽烂。真不愿意吃压力，一点压力都不吃吗？拉威吃了，往烟刀，往前加速2打3，残局怎么说？炸弹携带者被击倒了。有个问题就是你不应该往后退啊，后面有人在处理蝴蝶了，不需要你，你正面应该去顶正面的人的。这边烟刀进去补尸体就已经有点奇怪了，没必要补这尸体，你让他拉就让他拉呗。最主要是什么？最主要是你左边这边的人，就你得创造新的击杀，你不能说对个尸体就给他狂补，就算补完尸体你也不能往后退，得往这边打的，这个点是真得打，对吧？来了，就你说这边后面有蝴蝶，对吧？对我这边去顶了，那这边有人出来了，你看不到吗？你绝对看得到。就你这边就直接就扔个烟，甚至干嘛都可以，就往墙上一贴，他肯定会踩这个点过来抽你队友，或者踩这个点过去抽你队友。只要他踩这个点开枪了，你从上面下来一个飞天大操踩他头，你不能秒他吗？你肯定能秒。那秒了他之后不就好打多了吗？然后你往这一踩，右手边枪位一站，他从这边过来要拉你，要拉一个大平地，队友能从这边架完，绝对会烂完的。凭什么2把长枪能让他这么抽？你告诉我。对吧？不可能的，一个猫跟一个狙，2个人中路拉人去了，背后一个弗拉维亚，2个队友在盯死，这2个狙能这么抽人的，对吧？都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你退了，拉威没退，拉威这波玩的是可以的，没什么问题啊。问题在于他俩在清蝴蝶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往后退，对吧？长官这词语都不犀利了啊！我一直都这么说的呀。刚才负阿比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说的呀。就你这一往后退，那你就只能让那个拉威1打2，好吧？只能让这个拉威1打2。但拉威他明显没有这种能一个人能把对面全都秒了的一个枪法，他顶多给你秒1个，对吧？左边那个人呢？他不可能同时给你秒2个，那说明你们这边是3个人去打弗拉维亚，完全没有必要。你觉得？有什么必要呢？对吧？拉威正面1打3，然后你们这边被一个弗拉维亚卡3个，如果这把能输的话，我觉得得归结于有些人不干事儿，好吧？这名字也倒了都无所谓，这个名是无所谓的，后续的处理是能赢的。艾卡跟狙在处理弗拉维亚，只有你没在做事儿。对啊，就你当时往后退的时候，我就说你为什么一点压力都不愿意吃呢？就他抽你队友，你近点一定能抽死他，一定能给他秒了，这个没啥问题的。就如果说你不相信这2个人能处理弗拉维亚，那确实连队友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那确实打不了了。这种时候你只能相信啊，你不相信打不了。就很简单，你不相信他们2个能处理弗拉维亚，然后回头3个人打弗拉维亚，
那正面拉威就他要么跟他就两个选择，一个在原地顶多给你1换1，对吧？顶多给你打个1换1出来，然后要么就跟你一起走。那跟你一起走的话，绝对会被抽烂，真的绝对会被抽烂。而且弗拉维亚都不一定能让你们走。拉威的身位已经慢了，走的话会被弗拉维亚给抽烂。演出马上就要开始。那个柱子底下回头打蝴蝶是好选择吗？没必要打蝴蝶。为什么你会认为艾卡家居处理不了蝴蝶？这就是我觉得那个很奇怪的一个点。你都这么不信任队友了，那玩什么呢？一定是处理正面，好吧？一定是处理那个泡泡跟那个千代。就你都不信任队友了，那这把就没啥必要玩了。好秒 ，Q， 躲个雷，没啥必要。这个补尸体确实太漏 timing 了。我粗心了。炸弹携带者被击倒了。直接拉，要一个。只要信念不倒。枪法不错。好枪，英文怎么说呢 ？Nice 杠 ，Nice shot 锋芒所指。，Nice 射当，Good 杠，心通天理。右侧不敢补枪，绝命往左拉，很奇怪哦。这是来自前方的主。不懂。你选的是右边枪线，不是左。就如果说你要一开始就要清左边枪线的话，近点的弗拉维亚就一定是从左往上清，好吧？这个位置丢烟，你说这位置拉威会给你烟透，没问题。那就是打弗拉维亚，然后从左过来清这个猫的破壁点，懂吧？从左这边再踩这个枪位一路往前推，把前面的人清空，然后一路往前推，好吧？因为你左边这边的人不清空。你直接到中间这边斜坡这个位置，你会被前后两个地方打。但是你选择的是往 A 包点这个点往右走，那么你就要怎么去配合？就让拉威开大自己去玩，对吧？明就或者是他狙，或者是他艾卡，有人会走坑道，那么坑道这个人的位置最终会来到这个点，他最终会来到这个点。那会来到这个点，那这个点是配合你前面包点的队友去给这个平台这边部分上压力的，好吧？所以说你包点这边的人应该主攻方向应该是这里，应该是这片区域跟包点这片区域，而不是后面。后面的话，狙他如果不走，他也能给你架，都无所谓，他动不了的。然后拉威开大里面进去打，对吧？有破绽，他一定能把这个蝴蝶秒了，所以你都不用管。那你现在就两个选择，一个是往左走，对吧？你对自己的实力非常有自信，对吧？你觉得这个弗拉维亚队友会管，那你干嘛看破壁去？就从这个你就不用丢这个烟，就直接往前走，就跟这个猫1打1。你要能打赢这个猫1打1，那这个地方能控下来，对面基本就输了。打完弗拉维亚往前，为什么不来包点右侧这个位置呢？就是说为什么不从右侧去拉包点这个人呢？是吧？艾卡找对面狙去了，拉威开大，从这给你往包点走，给刀。我说的再直白一点，哪怕你从前面踩着颜料过来跟弗拉维亚直接爆了，都不至于难打这一把。为什么？因为他杀你需要时间，懂吗？这个泡泡杀你需要时间，他杀你同时还要打拉威。同时还要，反正这个人一定是个死人，没问题吧？艾卡一定能把这个狙喷死。
就是他绝对打不了艾卡。那么等艾卡把他喷死之后，他打完你们两个，就打完你们两个中间任何一个，他总得换子弹吧？那你觉得艾卡下一个蓝火，只要射到这个地方，允许他俩换子弹吗？他俩都要死，懂吧？现在的目标已经不是为了就是干嘛，就是你们要把艾卡送过去。就艾卡这个位置他不能死，你知道吗？他这个位置只要死了，你这把会很难打。所以你就吸引火力就完事儿了。我甚至觉得你可以从这个点左边过去，直接过来拉这个弗拉维都可以。但保守起的稳妥一点，还是要往右边走啊，就尽可能把枪线拉开嘛。左边进两个，你没必要去跟了。右边踩包点，去包点去跟他打，或者是你直接从包点这边拉过去，拉到近点去找蝴蝶，对吧？逼这个逼从这边过来射你，他只要敢从左边这样过来射你，然后并且这个逼过来从这边射你，那艾卡这边一定能给他喷完，想都不用想，对吧？风燃双碎，万端皆除。这是我觉得很奇怪的一点。过来之后，芬芳致意，就有点莫名其妙。对，有时候为什么我说你玩的不团队，就是因为这个，你不吃压力的。就压力是大伙都能吃的，就你不能一吃压力就跑，然后让就让队友吃，那这样的话枪位会烂，枪线会烂。这种情况打那种，就你觉得对面枪法确实很烂，对吧？各位，对面玩的确实不好，你枪法碾压对面，你就尽量自己保活，这样就能赢。那我觉得没啥问题。2、1， Go！ 但这把来看，显然不是，队友也都还行，对面也都不差，对吧？你不能说你只为了自己活下去，所以就主动把这些枪位给放了，然后补枪也不打，人也不冲，补枪也不打，队友也不保。这个对枪有点，从你跳出去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你要死了。月有千面。过于嚣张了，好吧？这种很奇怪的动作尽量不要做。为什么我说你这个动作很奇怪？因为按照常理来说的话，懂吧？他一个2绝颜料在这一整条直线上面扑过来的一个控场技能，你非要踩上去跟对面打吗？这不是一个常规操作，好吧？这是一个常识。就你完全可以不踩那个颜料就直接走，他的2个技能就浪费了，都无所谓。对于你们进攻来说是赚的，好吧？而且你道具什么的都没怎么丢，技能也没怎么开，他颜料回的时间是很久的。你避点偏波颜料，然后转中，或者是转那个再回去，中路再控个图，再转 A 都行。各位，准备好了吗？5、4、3、2、1 ，Go！ 还记得你说那个在404炸鱼的老外吗？不记得了。但这一位也挺像炸鱼的，枪法确实好，但是玩的就有点奇怪，好吧？这里也是，为什么就挂机呢？有些时候我真的看不太懂他的操作。一个是他的一个毒，对吧？他的毒开局是不放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放。还有一个就是队友控中他挂机，对吧？就是同一个人嘛。那确实该好好复盘一下了。说个东西啊，就是你看一下对面的就是队友的一个站位啊，你觉得他们这个点是要干嘛呀？这是要掌控中路这个位置，控中。那么控中的情况下，你站这个位置是干嘛的？控中的战术打法情况下，你站这个位置是有作用在哪里？对吧？你的位置不应该在这儿，应该在这儿，应该在这儿，然后往这里给毒，往这里给毒，然后开毒，知道吧？或者是你站这儿都行，你站这儿也行。一前一后嘛，对吧？
你在这个位置就纯属看队友死啊！这时候 A 大绕人了，中路有人从那边往下跳，是吧？这很难理解吗 ？A 大跟中路同时进人，是吧？这为什么不帮呢？就你说你不从中路帮，你从左边帮都行，无所谓。问题是你要帮啊，这不帮吗？还在挂机，还在挂机。哎，我真的不知道，真的这挂机究竟有什么意思？这你就往前，懂吧？你就往前，你这个枪位要放给狙的，懂吧？你就直接往前，往前直接走。他要打你，你就往墙上一贴，对吧？他站这个位置打你，一定会被弗拉维亚打侧身，不用想。他要么从这上面会被弗拉维亚从高打低直接一梭子头直接就给他秒了，要么弗拉维亚他不走这个窗口，他站这个位置，侧身全偷，看到没有？所以你只需要往前走，去把这个压力给他吃下来。他这个破壁点这边出来的人是不可能攻得下这个点的，记住我说是不可能攻，因为他要同时面对左加上加右3个地方的一个窗口都有可能会有人，懂吧？他要么直接往右边直接飘进去把弗拉维亚给他冲了，那这样的话你往前压就有意义了，好吧？但如果你就在那边挂机，那假设弗拉维亚他没有站这个窗口，他踩的是这里，匪杀这时候透到他了，对吧？他队友如果补了个烟雾弹，或者他不把你家狙当人，他直接一个闲话往前飘了之后过来把这个弗拉维亚给他操飞，怎么玩？你连枪都补不到，我跟你讲，你站这个位置连枪都开不出来，你不可能开得出来枪能打死这个匪杀。你看，我怎么说呢？这还是他对死的一个情况下，你看，他要是不对死，这个位置也回不去了。他要往这边回去，他要经过什么？他要经过明的枪线，他怎么可能不死？你告诉我，就是这么大的一块飘飞的一个位置，他一定会死，懂了吗？他只要敢往右边飘，这个明一定能给他收了。他就在这个地方动不了了。就压力前面吃满，你满状态在后面看着。那我不明白这游戏怎么玩，好吧？我不太明白这游戏怎么玩。应该说是你不让队友玩游戏了，这过于自私了。这狙都敢往前走，你不敢。他左你右。你看这种喜欢摁闲话的，我跟你讲，看这种喜欢摁闲话，然后摁着闲话这样拉出来的，就直接打他体验枪就行了，不用那么考虑那么多的，边往他脸上贴边打他体验枪，他敢解除闲话就吃你一梭子，胜率很大，好吧？不要用这种掩体这种 pick 了，没用。掩体的 pick 是在你有优势枪位能拦住对面近点的情况下，你要这么用，但当时已经不是那种情况了，你得快速创造击杀，你不把这个匪杀清掉，这匪杀甚至都不用拉你，他在原地卡那个枪位给你护卡就完事儿了。我跟你讲，他完全可以等他队友把你这个狙清掉，他只要让你不开枪就完事儿了。准备好了吗？所以急的应该是你，不应该是他。4、3、2、1 ，Go！ 又来了。唉，那反正还是那个问题，那你这个站位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就抛给你了，好吧？自己去优化一下站位吧。就你这些位置都全是可以站的，窗口，那这个窗户是可以站的，对吧？这是可以站的，这个位置是可以站的，懂吧？甚至说你站他后面，就上把青带站的那个位置，这个位置一样是可以站的。但你站这儿，我就真的看不懂，我真看不懂。1米瓦嘎奶，
过点窝吗？很久没见到了，哪只嘎西拿，很怀念的。以前窝窝刚出的时候，也经常会有人丢这种窝，过点窝窝，何意味？就稍微说一下，就幽雾的 Q 技能，这个角色的 Q 技能是尽量要当做一个手雷去用的，好吧？就它的一个最大的作用是什么？让你爆被动。我跟你讲，缩短 TTK。让你爆被动，所以你在打压制力这一方面是非常牛逼的。所以 Q 技能大概情况是怎么用？就是往对面中路丢，往对面中路这个门口这样往这个地方丢，直接开，好吧？开了之后干嘛呢？人占中路这块区域，就你不占也行，你队友会占，知道吧？你队友占中路，只要占中路这片区域，他只要敢过毒这样出来，会被你家队友抽。就你变相的能帮队友去缩短 TTK， 但扔过点是真没用，好吧？扔过点他一定会丢烟，你抽不死的。真的假的？减速雷不敢拉？我的妈呀，怎么能这么怂啊？减速雷这不敢出啊？减速雷加优势枪位这不敢打？你看对面敢动吗？而且你这边只要敢拉，他要从这边过来，对吧？打你的话，他得干嘛？他得从左边这样踩着减速雷这样过来大拉你，那你往墙上一贴，他怎么打你？他要这么去打你吗？那同时要被你家的狙，所以这波是一个必赢的局，只要你敢上，并且对面是残的，你能瞬间把匪杀秒了，同时把拉威杀了，这剩下个逼马拉怎么打你？我问你，对吧？他如果 Q 到你身上，然后往左边这样去打你的话，狙能给他抽了。就是那除非这个狙他打减速雷上的固定马打不死，不然这个匪杀不然这个马拉一定会被这个狙爆头。就拉威就顺手的事儿，只要你毒一爆，拉威就顺手的事儿。这个减速雷出了不敢上，太离谱了。然后这个毒更是离谱，就你为什么老想着对面可能会冲你呢？为什么你老想着对面可能会这样从这边过来冲你，然后你要这样卡？哦，我想到你的想法了，就是你的想法就一直就是对面会直接一个大拉过来，直接跳你脸，然后你踩的这个优势枪位，对吧？枪位拆分，然后就这么去打，想法很美好，然后你非要让狙去给你拉枪线，然后这时候你敢出了，路边一条，连不倒，一切就一脚踢死。希望。怎么说呢？怎么形容呢？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各位，我不好评价。5、4、3、2、1 ，Go！ 感觉就像是那种学了点东西，然后就一直用，知道吧？也不管什么场景，也不管什么，就我反正就感觉这么打是优势，所以我就这么打。我俺寻思，我觉得，其实完全没有那个必要，完全没有那个必要。这是一个比较自由的游戏，应该说是。你这么打反而会把你自己的一个实力限制在这边，就是你只会接人是不行的，你得主动去找一些机会，对吧？对于枪线的理解很高，没问题。就是你看你站的这些位置，是吧？对于枪线的理解真的一点问题都没有，是吧？非常的稳健。如果你玩的是个信，我一句话不会说，真的。哪怕你玩的是个千代都行，好吧？你如果玩的是个千代，你玩的是个信，你玩的是个星下，我一句话都不会说。太长枪了这个站位。那你觉得你现在这个位置，你如果身为一把短枪，你该在哪呢？你猜一猜，对吧？如果你是幽雾，你猜一猜你应该在哪？这弹幕可能都知道。就现在有一个非常牛逼的枪位没有人，你该去补。
现在有一个非常屌的枪位，并没有人，你应该去补。然后你可以往前面丢这个，就这时候你的 Q 是应该丢的，而且我不建议你开局把 Q 全都丢完，就你这个窝窝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用啊。队友明显要接先点，对你从这个地方往前走，就你这个地方是吧？你就直接往前走，我都不知道对面怎么能赢。我跟你讲，你跟千代是从右边往前走，我跟你讲，你都不用在这边挂机，你就直接从这边右边直接出去，然后千代跟着你出，千代在后面，你在前面，你贴墙直接往前走。这狙想射你，必定会被千代抽，对吧？他要不射你往后走，你下来踩这个位置，爽抽对面背身加侧身，随便打，已经就基本就赢了，不可能1打1。千代跟你从这边2个人去包过去，就不可能1打1。现在是关键时刻哦。我觉得跟地图的一个理解也有一定的一些问题吧，但从一个上下半场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呢，我觉得你更大的问题，地图理解是其中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你不太愿意相信队友，这个是我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好吧？不太愿意相信队友，导致了你自己也不敢操作，这个是比较致命的。如果你是单纯的不相信队友，然后你就说我就自己玩，对吧？我觉得队友全是傻逼，对吧？这4个队友不太配我跟他们打配合，对吧？那我也没见你自己去找机会。就如果你要非要说你是这种玩家，就是我觉得4个队友确实我没有义务去配合他们，我一个人能干碎对面，我对位一定是单杀，我甚至能一个打对面2个，对吧？这个是你玩的毒一点，我觉得没问题。就是你自己可能会去找一些机会，你每次能拿到一些手杀呀，对吧？你能对位击杀一些很奇怪的一些位置，你甚至能蹲死人，能拿到一些手杀，甚至打残局你能1打2，是吧？你能1打3，这个都可以。但我目前见到的是一个怯懦的老鼠，只能说。并不是等待时机露出锋利獠牙的狩猎者，懂吧？没有见到獠牙，演出马只见到上就要开始一只了，各位怯懦的老鼠准备好了吗。5、4、3、2、1 ，Go！在地上蠕动的蛆，是的，像是一条在地上蠕动的蛆。就人一来就跑，就很老鼠，知道吧？为什么要玩的这么老鼠呢？就是常规2个很奇怪的窝窝，又是对我前面打架，不敢上吗？左边该打了 ，OK。哦，有背身，哎，到我出场了 ，OK。我太厉害了。我一人独闯，千军万马何足畏惧？可恶，有用吗？竟然输了！队友打架你不关帮，上了，对吧？队友死了你过来补个背身，有用吗？也结束了。然后自始至终我是真的一次都没有见过你的 Q 技能有过作用，没有一次。无论是否去向同一个终点，至少现在，这装置既是枷这个锁， Q 真的很难用吗？也是命运。不好说捏，不好说捏。啊，反正问题很简单，改一下吧。首先你得敢打敢操作，你才会有提升，好吧？就如果说你想单纯靠枪法碾过这个段位，就是你必须得先敢打。就我觉得你的实力是不差的，就这位外国友人，他的实力绝对不差，枪法很准啊，懂吧？枪法真的很好，但是玩的很老鼠。就你玩的老鼠，你枪法再好都没用，因为你找不到机会，你只能被动的接受一些机会。然后问题是你被动接受的一些
机会都是对面送给你的，要么就是你根本就接不了的一些机会。